你说如果我想离婚，你们能理解我不？我带着一家人去哈尔滨玩，玩的我现在轻微脑震荡。是这样的，故事发生在去哈尔滨之前，我们要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，要给全家人订4套衣服。我让我同事帮我订的，我同事就直接找的大胖媳妇说：“姐夫，你给我一下你的身高体重。”我同事没有说订衣服这个事儿，大胖媳妇不知道咋想的，告诉人家她身高1.8米，体重185，我同事就直接给她订了。拿到衣服，我和孩子都正好，她的穿不进去。我说怎么订的？我同事没问你身高体重吗？他说你同事问我了，但是他也没说要身高体重是订衣服啊，我以为要给我做百度百科呢，结果这个衣服就是穿不进去，因为他谎报了26斤。我说那咋办也来不及了，你的就给人退回去。我们几个穿一样的，好看的、暖和的，你自己穿你那棉马甲。他不干，他说这衣服其实正好，就是里边衣服穿太多了。于是。但是他一看我都已经联系人准备要退了，为了保住这件衣服，这个男人居然决定在哈尔滨旅游这3天，瘦到能穿进这件羽绒服。哎，真下了狠心呐！我们逛了那么多地方，那么多好吃的，人啥也不吃。第1天真挺过去了，我看他肚子真小一圈。第2天我们去泡温泉，我觉得他好像是饿到极限了，眼睛都绿了，但是嘴上就是不承认。我们吃啥他也不吃，奶茶，减肥啊！但是被我同事偷拍了，在一个放满了青椒的泡澡池里。我同事跟我说：“姐，我刚才偷摸拍的姐夫。”哎呀，你看看，要不你劝劝吧，姐夫这样得出事儿。我说你刚才吃啥了？他说只是一口蘸酱菜。我说你别饿出毛病来了，那衣服有更大码的，明天就到。1秒钟，大胖媳妇就放心了，甩开膀子就要吃。怎奈何当时旁边只有自助水果，奔着水果区就去了。光西瓜能吃6斤，回休息区一躺。有什么？吓整个哈尔滨一跳，回去换上了最大码的新衣服，合身了。大胖媳妇做回自己了。怎么说呢？快过年了，大胖媳妇是奔着出栏去吃的。谁跟你抢？吃的多他就快乐，他就劲儿大，他就伤害性极强。俺一家人一起去冰雪大世界，进去他就要玩那个最刺激的大滑梯。我说我不去，咱就玩点这个拉小孩这个雪上轮胎这种安全的，我怕摔。他说没事儿，你别怕摔，有我在。话音未落，晚安，玛卡巴卡。他说对不起，我玩嗨了，没收住，我收着点绳子。过了5分钟，他问我咱中午吃啥？我说杀猪菜。他说杀猪菜。我说孩子们也未能幸免。我脑袋嗡嗡，人家玩的嗷嗷的，都玩饿了。距离他换上新羽绒服只有37个小时的时间，然而就这么吃，终于在我们离开哈尔滨之前的最后一顿饭上，我们发现新到的大羽绒服又小了。太好了，那还放大风女，哎呦我的妈！风女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和这个男人呢，昨天大撕了一回。他说他要对别的女人动心，我现在基本想走司法程序。但是我呢，亏在我一个孩子在人手里，我不知道咋整。你们也可以帮我出招。咋回事呢？我不去年回来参加节目来了吗？当时外国人不让入境，我寻思我怀着孕在宾馆隔离，很难再带个4岁孩子跟着我，而且翟耀达当时还在上学，那我就先行一步呗，这个疫情应该很快能过去，完他俩再来。但是我呢，确实高估了国外这个办事能力。我回来之后，国外没清，反倒爆发了，所以呢，他更来不了了。但是我还是没回去，我想在国内生孩子，我想活。我需要一个智商平均线在25以上的专业医疗团队，我不想再去伦敦的医院了。不给病床逛个瑜伽垫，没有温水，只有大冰块。病号饭面粉包淀粉，没有别的馅儿。吸氧护士不开闸，只能抽塑料袋。我说我不想回伦敦，我不想再遭遇这种雾都噩梦，我不回去生。他说要不然你就凑合生呗，生不好应该也生不死。我说那你要这么唠嗑，你现在去吃温香去，你也吃不死，你咋不吃呢？后来那拿铁不就在中国出生的吗？所以就是他手里一个姑娘，我手里一个儿子。然后昨天视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得回来，要不然这个婚姻经营的很困难，你也不用对我有那么大的自信，我也不是不会对别人动心。我说咱家住的是老年区，就周围方圆8公里，平均年龄79。我知道你喜欢长得娇小的，但咋现在就抽不小的也算吗？70以下的就楼上有个东欧的克里朵夫斯基，眉眼还行，670斤。我临走时候上他家跟他告别，寻拥抱一下子，那不掉他肚脐里去了吗？里边还有俩猫，外号克里朵夫食人草，我都怀疑他是小孩。我说反正我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不想回去，你有能耐你过来。他说现在只有就是特殊的工作签证或者商务签证才能入境，就换句话说你得是个人才。我说那不就差到这儿了？如果你平时业余爱好不是打游戏是造火箭，别人造的得烧油，你造那玩意儿烧卫生纸就行，那你肯定也能拿着这种签证，就主要不还就不是人才。但是呢，我有个好闺蜜跟我是真好，给我出个招，说你看你老公虽然回不来，但是你女儿翟耀达是正经八百中国公民呢，那也是就是短视频界的国民女儿们。你能不能想个招跟哪个航空公司联系一下，就是绕过他爸这个载体，让他自己回来，完跟你和拿铁不就团聚了吗？
我是觉得呢这个招有点损，但是呢谁的闺蜜不给出点阴招呢，对不？然后昨天也是话赶话嘛，我就把我的想法给说了，把他急眼了，真急眼了，说坚决不放，不可能放，除非我把拿铁邮过去，他接着儿子放姑娘，一个换一个，否则免谈。然后呱打电话给我撂了，俺俩认识这些年第一次撂我电话，你这事就谈崩了吗？结果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的我知道我不是个人才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见过成龙，我还有合照，咱不行就往这个方向使劲，不行吗？就说我是他保镖，我是他保镖。哎，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的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，去头可食。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的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，嘿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着，这段写了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他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分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的。放心，我随那个吧，我随那个吧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，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。发来了一张近照，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滑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，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。尹家看亲生父子，2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一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一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楠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咋这么快呢？咋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KONO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，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开瓶是有多胖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我的公公布莱恩在中国行窃被抓，咋回事呢？这还得从我婆婆温迪太抠说起。这么多年呢，温迪来中国送礼的方式可以说一直很节能减排。年30晚上，非常隆重掏出一盒饼干给我爷我奶，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，让翟达在中间当翻译。翟达跟我爷说：“太爷爷，我的奶奶让你把你喜欢的挑出来。”我爷说：“我不饿。”翟达说：“我的奶奶说快点挑。”我爷说：“你告诉你奶，她太热情了，我都爱吃，不用挑。”翟达说：“我奶说，但是这饼干有60块，其中20块是你的，剩下40块是送给其他2个人的。你已经吃了1块，还有19块，你快点挑，因为他一会儿就要走了，盒子得带走。”哎呦我的妈！布莱恩呢完全不一样，温迪抠门，他大方。温迪来了中国4回，第一次来之前换了1万块钱人民币，到现在还剩9800，都让他藏起来了。然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被布莱恩发现了，给偷了。我发现这事儿呢，布莱恩让我别说。然后我们在铁岭过年，布莱恩看放鞭炮真热闹，真好看，就跟我说，今年咱家放鞭炮全我请。然后怒买了1400块钱的鞭炮和礼花，晚上我们出去放。温迪乐呵搁那看，我说温迪这大烟花多好看。温迪说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跟你说哈，我非常不理解那些花钱买烟花放给别人看的人脑袋得多大。你看我往这一站，整个小区鞭炮烟花尽收眼底，我看2点了。我问你，我花钱了吗？我花1块钱了吗？布莱恩说他没有，他花了1400。
这两口子性格反差可太大。我婆婆来中国这么多回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融入性极差。布莱恩不一样，他融入不需要语言就硬融入。最好笑的是，有一天我们在家吃饭，我爸新买的毛衣他扎得慌，我爸就给脱了。然后我爸跟我爷说，让我爷随便找个衣服借他穿一会儿。布莱恩看着我爸突然脱衣服，问大胖媳妇儿：“这是什么习俗啊？”大胖媳妇儿也是瞎解释，跟他爸说：“反正每年喝酒就喝到这个量的时候，都有这么个仪式，固定节目，大概表达的就是脱衣为盟，今晚必须喝透。布莱恩说：“我虽然听不懂啥叫喝透，但是面对热情，我从不 say no。Yeah, baby. 这顿饭喝了2瓶好酒，都是布莱恩把温蒂的钱偷出来买的。酒喝差不多了，温蒂劝布莱恩快点走。布莱恩说酒没喝完呢，不走。温蒂说没喝完呗，不是你的酒。然后我给你们重现一下当时的布莱恩啊。假如说，我说假如我说这个酒就是我们的酒，你的钱买的，1100一瓶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温蒂说我会掐死你。布莱恩。吹牛。但是啊，布莱恩的大姐在后边。该说不说，人布莱恩心态是真年轻，融入啥都快，我真羡慕。我想年轻还得靠雅诗兰黛白金6D 黑钻眼霜，带娃操心，眼部保养要到位，配合血丝按摩棒抚平眼周纹路，眼睑往上提，泪沟也照顾到，独家专利色提因，眼周轻松坐上逆龄时光机。布莱恩和温蒂马上要离开铁岭了。其实温蒂心底还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他发现我爷现在腿脚特别不方便，想走之前送一个轮椅给我爷，就跟布莱恩去轮椅店了，看上一个挺好的。温蒂说要不就这个吧。布莱恩说咱们钱够吗？温蒂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手里其实有钱。布莱恩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你手里其实没有。 I don't think we have enough money. 爷爷，你胆子挺大呀。